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，全美国房东的房屋净值合计蒸发了3740亿美元，这是自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年度的资产缩水。如果你正在考虑投资美国房地产，或者是手中持有美国房产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，崩盘从来不是全国同步的。在2007年，首先是在拉斯维加斯还有佛罗里达州开始闷燃，在1年以后才开始席卷全美。2026年的今天风向变了，曾经站在头条的佛州，比如说开普科勒尔和萨拉索塔，最近库存的增速已经开始放缓了，甚至出现逐渐减少。与此同时，全美国有12个城市已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直接冲向了违约的边缘。那今天我们就结合美国房产数据前3的权威平台 Totality Autumn Data 和美联储的最新数据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最先出事的12个城市。第一，我们先看德州，从神话之城到负资产之都，第一名就是德州奥斯汀。如果说你是华人家庭，过去的2年被各种德州的无州税、房价有支撑、科技公司扎堆的这些故事给吸引，准备在奥斯汀 all in 一套自住房和一套投资房，那么这一轮投资你就是在和机构投资的数据对赌。奥斯汀是全美国官方认定的最惨的城市，房价从2022年的巅峰暴跌了 24.5%， 甚至比佛州的市场还要差。更加惊人的是，有 9.2% 的奥斯汀的房贷已经处于这种负资产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业主欠银行的贷款的余额比房子本身的市值还要高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你在2022年高位入场，你现在有 25% 的可能性在帮银行打白工，还甩不掉这个资产。奥斯汀的房地产市场的节奏已经退回到了2011年崩盘后的谷底，平均待售的天数已经达到了91天，而当年推高房价的加州迁入潮也开始出现逆转。数据显示，奥斯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口净流出，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搬回了 LA。 奥斯汀当然不是特例，像圣安东尼奥房价从峰值下跌了 11.2%， 负资产率达到了 8.8%， 全美排名第4，甚至排在了佛州的杰克逊威尔之前。连达拉斯也非常的不乐观，像 Fresco、Plano 这些大家熟悉的富人区，年跌幅已经有 6.1%， 位居全美跌幅的前5，而这些房屋的待售库存量已经达到了平均水平的 1.62 倍。更值得警惕的是法拍数据，2026年的第一季度，全美国法拍启动数量最高的州就是德州，足足有10617件，平均每天有118个德州的家庭房产被银行启动法拍。第二，我们再往西边看，山地西部，从网红移民地到高库存重灾区，当远程办公盛行的时候，大量的高收入人群离开了加州，搬到了丹佛、凤凰城、博弈西，那房价一路狂飙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当远程办公不再是这些上班族的永久福利的时候，关于房价的故事当然就变了。
丹佛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目前市区的房价已经下跌了12%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银行实际收回房屋钥匙的数量，就是 REO， 从去年一季度的99起，激增到了今年的321起，在12个月内翻了3倍。在丹佛目前的这些高端公寓房市场，现在的库存量足够卖26个月。换句话说，即便是现在一套房子都不盖，消化现有的库存，也要等到2028年以后。凤凰城的情况同样不轻松，开发商为了卖房已经开始疯狂的让利。全美国最大的豪宅开发商之一 Toll Brothers， 他的 CEO 公开承认，目前为了卖一套房子，他们给出的现金优惠已经从6.8万涨到了8万美元。因为凤凰城西谷它的跌幅已经到了11.6%。那现在的买方在全部主导市场。第三个就是卡罗莱纳，它是最安静，但是可能杀伤力最大的崩盘区。如果说德州是显性的下跌，那么卡罗莱纳州就是典型的隐形炸弹。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，法拍率位居全美国第3，平均每440个家庭就有1个家庭面临房子被收走。旅游胜地莫特尔比奇，它的数据更加夸张，79%的挂牌房源都在降价，这个比例是佛州的2倍多。公寓房的挂牌成交期更是达到了143天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查尔斯顿，在这里最致命的是气候，71%的房产面临着严重的洪水的风险，这直接导致了保险费的飙升，还有贷款审批的收紧。未来美国房地产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来自于利率，而是来自于气候的风险，还有保险的成本。这一点很多的投资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。第4，你以为安全的城市，其实雷就在脚下。有些城市即使不在阳光地带，其实也在亮起红灯。比如说克利夫兰，它的法拍率已经超过了佛州的开普科勒尔，每187户就有1个被法拍。还有新奥尔良，房价从峰值下跌了19.1%，因为气候的原因，当地的房东平均面临的每年需要交13937美元的巨额保险费。由于买不起保险，今年的2月份有18%的挂牌交易直接流产。俄勒冈州的本德，房价同比下跌7.9%，是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跌幅最惨烈的城市。还有亚特兰大，它发生了全美国最大的人口大反转，从净流入的1.7万变为净流出的2000人，近40%的卖家在降价。第5，延迟引爆的金融真相。很多的专家说这只是市场的回归正常，但是数据是不会撒谎的。目前全美国活跃的法拍达到了27.3万套，创下了疫情以来的新高。最危险的是 FHA 贷款，就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，他们占了目前严重逾期贷款量的55%，创下了历史的记录。大型开发商
也正在抢收最后的买家。比如说 Lennar， 目前销售额优惠比率高达 14%， 正常只有 4% 到 6%， D.R. Horton 甚至有 73% 的成交是靠低利率买断来完成的。连 KB Home 的 CEO 都承认，现在买家为了那一点利率补贴，都在过度的支付，买入就是负资产。美联储的前主席鲍威尔在2025年的12月10号发布说， So housing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, but we don't really have the tools to address。 简单说就是美国住房将是一个大问题，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解决。如果你正在这些城市持有房产，或者是正在准备抄底，请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市场再调整2年，你的现金流还能不能撑得住？因为在房地产里面，最重要的是当寒冬来临的时候，还能不能熬到春天。中国的房地产更偏向于政策的驱动，美国的房地产更偏向于现金流的驱动。我们始终坚持稳定的现金流比增值故事更有价值，结构稳健，理性判断比热度更重要。专业运营长期主义是穿越周期的唯一方式。我们倡导的理念是现金流为王，稳健为本，这里没有推销，只有实战经验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美国房地产的底层逻辑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